他很常就是会跟我讲说，从妈咪我很辛苦，到妈咪我很痛苦，然后从妈咪帮我，到妈咪救我，甚至有一次，他突然间问我，妈咪我会变神经病吗？其实当下我听到的时候，我几乎进入崩溃的状态。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人生反转》啦。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一位超级妈妈小婷。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婷。小婷想知道一下，其实202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那一年呢，我的儿子才9岁，他是在一个taekwondo，也就是跆拳道的训练开始之前，被一位朋友撞倒，影响到了他的这个头部，然后他的眼睛也受到了创伤，然后我们的这一家人就是很像突然间跌进了这个无底洞这样。哇，就是小小的意外的这个跌倒，然后就造成这么大这么严重的这个事情。是那之后的是怎么样呢？他就是每一天持续不断的有头痛啊、头晕、发烧、呕吐等等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状况，往返了很多次的这个医院 emergency 就是急诊室，包括了诊所，然后去到我们都不知道多少次啊。在第7天的时候呢，他有被诊断有这个脑震荡，然后有 HPH 就是过度换气综合症，最严重的情况就是他的钙质竟然流失到剩下0.4，钙质一般正常的来讲是2.4到2.6，所以医生有问我们他是不是有晕倒、有抽筋，然后有没有那个躺着进医院这样子的状况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完全都没有。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感恩，就是妙不可思议的咯，被守护。0.4哎，好低哎，真的很吓人哎。是，所以医生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就是需要帮他注射这个 calcium concentrate， 同时做心电图咯，需要做了 CT scan MRI、ECG、EEG， 甚至抽了很多次的血。这么多？对，我本身也是有向院方就是要求想要陪伴他，但是都被拒绝了。他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很突然的就是要做了很多这些的手续，他的心灵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他也被诊断 PTSD， 也就是创伤后遗症、panic attack 焦虑症这些，甚至最严重的就是人格分离症哦，就是 DID。很无奈的会看着他变成另外一个角色我们也是很无助的。其实在看心理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医生有跟我们说过有2个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凯毅的这个状况是短暂的，他就有办法帮他。但是第二个可能性呢，心理医生突然间跟我们说，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当下的心情是在想，他只是跌倒，怎么会要有心理准备呢？可能这个会是比较长远的一个状况出现。我们当下听到的时候好在是我的先生有在，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崩溃。没有想到既然会是这么严重的。我们去到哪里呢？甚至在去医院去任何地方我们在车里我们也是会不间断的唱题祈求，就是祈求有这个生命力，然后提高我们的生命静雅，有佛的智慧去面对，还有就是有这个勇气去面对每一个的挫折，每一个的挑战。他因为心灵上的创伤嘛，他很常就是会跟我讲说，从妈咪我很辛苦，到妈咪我很痛苦，然后从妈咪帮我，到妈咪救我。甚至曾经在他最辛苦最严重的过程当中他甚至问了我，妈咪我会变神经病吗？其实当下我听到的时候，我几乎进入崩溃的状态。一次又一次要面对的就是他每一个星期都有不间断的这个症状出现，然后我们每一天呢就很像在迎接着看不见的这个战这样就每一天都要去打仗咯。但是在他很好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一个半夜我进入崩溃状态的时候他会跑来跟我讲说，妈咪你一定要振作，因为我还很需要你。我也哭了无数次，但是哭过之后呢，我还是需要咬紧牙根，然后还是每天不间断的就是祈求，然后要
很坚强的，我不可以倒下，因为我的孩子还是需要我的。那个无力感真的是很揪心啊，就是很让人家心疼哦。那么其实在这当中的话，你的家人是怎么样支持你的呢？其实很感恩的就是我的先生，他在这段期间呢，他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就是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的帮忙照顾我的女儿。我们都是一直以祈求为主吧，就是唱题，然后除了不间断的唱题，也是就是要越挫越勇。我的女儿当年的她虽然是才6岁，在看到哥哥就是有人格分离的过程当中，她会跟哥哥讲说，哥哥你不要害怕，我们都会相信你啦。她也像个小大人这样子的，经常会在我无助的时候流泪的时候跑来安慰我，讲说妈咪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哭，因为你还有我还有弟弟，我们会帮忙照顾哥哥的。哇，这6岁的这个小太阳，他会比更多的很多的大人更加的勇敢啊，太棒了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感恩他很勇敢的啦，因为看到他的勇敢，让我们变得更有勇气咯，我们整家人就越挫越勇的。我跟他们说，这一个事件的发生呢，其实是我们一个人生反转，然后也是一个宿命转换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子轻易而倒下，更不可以去逃避。我们就是可以把宿命转换成使命，然后把这个烦恼转换成喜悦。后来这个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好转呢？有的，他其实发生意外的过后的3-4个月是不能读书的。心理医生甚至精神科医生、心灵治疗师也有讲说，其实他的这个情况是不容易，也没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康复。但是在这2年里面，就是不间断的祈求，还有就是有这个勇气去跨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成长就是看到了凯伊奇迹般的改变，还有康复。甚至有2-3个心理医生也是很好奇的问我，怎么他可以很快的康复是不是我有做了什么？我们就是这一家人，除了有自己的信仰，通过对话通过交流，我们就是要给予孩子信心，然后通过爱心和耐心去跟他交流对话，要鼓励他去讲出他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也是有改变了很多，我读了更多的这个佛法，也是读了很多的艺术，甚至池田先生的每日箴言，这些都是给我每一天的这个鼓励然后给我很大的动力，跟我的先生可以完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100万题目的这个挑战。我们这一家人呢，把我们的这个痛苦就是当作是一个我们的使命，可以去帮助到身边更多的人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无奈，很多家庭都遇到心灵上的状况，比如说心灵障碍depression 心理压力、焦虑症这些等等的。我们学习到了过后，我们去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哇，这个就是把这个苦难变成一个跳板，化宿命就是成为使命这样子就是你们不只是拯救了一个孩子，那也是让到你自己跟你的家庭更加的坚强。OK。最后，如果观众朋友也正在处于低谷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你会有什么东西想要对他们说的吗？我想说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们不能去做任何的选择，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的是如何去面对、接受和挑战问题。所以我们要抱着正面的思维，以强盛的意念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我的师匠池田先生说过，幸福取决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低头的强韧精神，创造价值的智慧，还有一颗充满喜悦与希望的心。这一句话呢，也一直鼓励着我们这一家人。谢谢小婷的分享，谢谢，感恩。那么如果还没 subscribe 的，我们记得 subscribe、like and share那我们下期见，拜拜。